刚拿到5000万美金超级巨额的融资，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资本 Rebit Capital 领头了这一轮的融资，有望带着更多华尔街的资本通过 Morpho 进入到 DeFi 的世界。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Talk Chain 的节目，我是 CH， 又到了1个月一度的融资情况盘点视频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市场有哪些项目获得了不错的融资。我选了4个项目和各位分享，融资金额从小到大，从一级市场的角度来看一看当下的资本喜欢什么样类型的项目，项目里头又蕴含着什么机会。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第一个介绍项目叫做 Adrian Exchange， 是一个小而美的超级早期项目，目前市场关注的人特别少。7月29日的时候，他拿到100万美金的融资，虽然获得的资金并不多，但投这个项目的人在行业内都有一些小小的名声，比如说 Caledon 的 Bro 知名币圈媒体的团队成员， Eigenlayer 的团队成员等等的。这个项目的创始人之前是 Verodrome 的技术负责人， Verodrome 呢是 OP 链上最大的交易所，而另外一名成员呢之前在币圈很知名的英文媒体 The Bro 做企业发展主管，也因此这个项目可以获得很多的 Bro 他们团队的支持。大家可以很简单的理解为，这个项目呢是一个规模还很小的实验性项目，没有融太多的资金就做出来的一款产品。目前他们家的产品已经可以去使用了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试看看。我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呢，他们团队利用了 ERC-6551 这个协议，让每一个钱包地址都能够产生出新的子地址，而且这些子地址呢都能够通过安全隐私的方式转让和出售。过去我们也能够出售某个钱包地址，方法就是给对方自己的钱包私钥，但这种方法很危险，因为买方和卖方都会握有私钥，前主人其实还是可以掌握钱包的控制权，这种方法特别不靠谱不安全。Adrian Exchange 这款新产品的出现，就试图解决这个币圈的小问题、小需求。我们用户可以在他们平台当中生成多个子账户，这些子账户的本质都是合约钱包，拥有权可以被转移，相当于我们可以卖掉自己的子钱包给其他人。一个钱包如果交互了很多的项目，活跃度很高，许多项目方发空投的时候会优先给这些钱包的主人，所以一个钱包就算里头只有1万美金的资金，当然实际上的价值会远远超过1万美金。我再举个实际上的例子，现在各大项目方都采用积分制度的空投玩法，诞生出一些平台可以让我们去交易积分，比如说 Whale Market 就可以去交易积分，采用抵押的方法来出售现有的积分，但这种解决方案呢有一些弊端。Adrian Exchange 可以实现直接出售钱包，相当于我们可以去这些空投积分的项目玩耍，获得了积分之后，如果不想等之后的空投代币，可以直接在他们后续开放的这个市场当中直接出售掉你这个子钱包的拥有权。个人觉得这个项目的解决方案非常有趣，钱包地址的过去历史记录是很有价值的，直接出售整个钱包可以出售钱包的信用，还有钱包里头的积分。如果这个产品在空投积分制度刚出现的时候就诞生，可能会更加有热度，可惜目前的空投积分热潮逐渐退去了。还有一点要提醒各位哈，这款产品解决的并非是非常大的市场需求，而是只针对部分人的小众需求，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小而美的项目。该项目呢目前还没有发行代币，他们也推出了一个积分的活动，如果各位有需求的话，想要玩各种的积分项目，比如 Edina、Eigenlayer 等等，可以考虑用这个 Adrian Exchange 的产品开子钱包来赚积分，之后可以通过直接卖掉自己钱包的拥有权，让积分快速变现。在这过程当中，你还可以额外拿到这个 Adrian Exchange 它未来的空投代币的份额。第二个要介绍的项目呢叫做 A Priori， 同样在7月份的时候，在种子轮用1亿美金的估值完成了800万美金的融资，并且在几天之后，他们还宣布了战略轮融资的新投资者是 Binance Lab。 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项目让币安都感兴趣想要去投资？确实 A Priori 提出的技术和愿景有点独特，非常符合我自己对项目的审美。简单来说一下哈，它是一个在 Monet 公链上面的 LSD 加 MEV 的项目，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Monet 这条公链，我快速说一下 ，Monet 是在2023年和2024年拿到超级多融资金额的并行 EVM 公链，也就是新的一条 Layer 1公链。Monet 目前还在测试网的阶段，主网还没有上线，但因为他们融资到了很多的资金，有些团队已经宣布在他们公链上面去打造生态，而 Priori 就是其中的一个 Monet 上面的生态项目。等 Monet 正式上线之后，他们的产品才能上主网。
说个题外话 ，Tokchain 团队会经常飞世界各国参加各种各样的区块链活动。前阵子在越南 Monet 的活动当中，坦白讲，很多 Monet 的生态项目不是特别积极，感觉不到团队和创始人对行业的激情，好像拿到基金会资助之后就摆烂躺平的感觉。这可能也是很多资本雄厚公链的一个问题，拨款多了就会有更多的老鼠屎。Monet 公链整体上是不错的，但是生态里头有些项目确实有一些混乱。找机会我们再出一期视频和各位分析里头可能存在的潜力项目。这一期视频我们先回到 Apriori 的项目本身，它是 Monet 公链上面的 LSD 加 MEV 的项目。LSD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流动性质押的协议，类似以太坊上面的 Lido， 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一般的 LSD 项目我们只能够通过质押公链的代币赚取 POS 的奖励，但是这个项目除了可以赚取 Monet 公链上面 POS 的奖励之外，还可以收获到 MEV 的利润。简单来说呢 MEV 就是指矿工或者验证者可以通过在区块链当中通过排序或者排除交易来获取额外的利润。Apriori 创建了一个高效的 MEV 市场，让用户和验证者都能够从中收益，并且提高 Monet 公链的整体效率。具体项目的 MEV 价值捕获机制有点复杂，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它的白皮书。这期视频我们就先不深入介绍了。于我而言呢，我觉得 Monet 生态绝对是值得关注的，可以说是这一轮周期当中拿到最多融资的公链之一，有资本可以去搞事情。他们旗下的生态项目 Apriori 概念上有趣， Binance Lab 也是其中的投资者。等主网上线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这个项目发展的怎么样。第三个要分享的项目叫做 Redstone， 7月份的时候拿到1500万美金的融资，结合22年拿到的融资金额超过了2200万美金。最后一轮的融资估值没有公布，但领投机构蛮知名的，是 Aeroton Capital 还有 Lemniscap。跟投机构有 Coinbase、7S 跟 Spartan Group， 背后的机构通通都蛮知名的，可能大家或多或少有听过这个项目。相比起前面我们介绍过的两个项目， Redstone 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出炉挺久了，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它是一个预言机的项目，类似 Chainlink 和 PIF 这两个预言机的产品。如果以资产量级来排名的话， Redstone 目前在预言机这个赛道当中排名第6名。如果以采用预言机协议的数量来排名的话， Redstone 这个项目排名在第5名，这是他们目前的行业地位。我和各位一样，看见有些赛道的新挑战者都会去思考这个项目可能有的竞争优势。从官网上面来看，他们团队认为模块化是他们和 Chainlink 和 PIF 的差异化优势。模块化的设计让他们能够更快的在新的网络上面去启动，并且根据市场的需求去调整其流程。比如说 Redstone 表示自己是第一个支持 eDeFi、Renzo、Puffer 和 Swell 等项目的预言机，但我觉得这个优势并不是特别大，至少在数据层面上没有看见 Redstone 因此有更多的 TVS 数据。如果各位对这个预言机项目感兴趣的话，毕竟上一个预言机的空投 PIF 给的份额还挺大的。提供一个信息给各位，前阵子 Redstone 它推出了一个积分的活动，支持采用 Redstone 服务的 LLT 项目，例如在 Pando 上面去购买这几个代币的 PT， 就会获得 Redstone 上面的 RSG 的积分。如果你们本身是 Pando 上面的忠实用户，经常在上面去买这些 LLT 代币的 PT， 可能在无形中已经埋伏到了 Redstone 之后的空投代币。第四个要分享的项目叫做 Morpho， 刚拿到5000万美金超级巨额的融资，22年的时候也拿到1800万美金的融资。22年的领投机构呢是 S6Z， 而这一次的领投机构是 Ribbit Capital， 传统金融的大资本。 Coinbase Venture 也是这一轮融资的其中一个跟投机构。一开始 Morpho 这个项目是一个 DeFi 借贷协议的优化器，通过点对点 P2P 的借贷模式，在 Aave 和 Compound 的基础之上，让用户可以获得更好的利率，借贷者可以拿到更低的利率，贷款者可以获得更高的利率收益，从而实现双赢。而如今 Morpho 又进一步升级了，主打的功能可以让策略机构无许可的创建多种多样的借贷金库，可以自定义预言机、抵押资产、利率等等的，相当于允许大型机构根据自己的需求设计一个安全靠谱的借贷池子。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资本 Ribbit Capital 领投了这一轮的融资，有望带着更多华尔街的资本通过 Morpho 进入到 DeFi 的世界。期待之后美国对 DeFi 监管的态度能够有所改善。对了，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正式发币，但是使用他们家的借贷协议，我们可以实现预挖矿。如果大家是大资本的用户，想要拥有更好的借贷利率，顺便挖一挖这个传统金融资本布局的项目代币，可以考虑用一用 Morpho 的产品。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个人从非常主观的视角选了4个我个人喜欢的项目分享给各位，一起从一级市场的角度看一下当下资本家布局的策略。融资小、规模小的项目更适合散户去埋伏，融资大、规模大的项目对大户更加有利。不知道大家对这4个项目感受如何？觉得哪一个更有可能在2级市场有优秀的表现？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当中留下你的看法。我是 CH，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